这里莎莎，这一期我包你听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给您再解释解释。那开始前我们先喝点水啊，客官们喝点水。这一期有点太干了，稿子加上原文差不多要2万字。对我来说，在镜头前坐那么久，有点太坐牢了，所以我就不露脸了。感谢大家。网络上对于人格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的核心理论，最开始源自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的那个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非常的多，有的可能从16P 的四色小人认识的 MBTI， 有的可能从别的渠道，比如各种小广告，我每天都能刷到好多。不过想必看这个视频的基本也都了解了16人格字母背后的8个认知过程，对吧？你一定了解了，有主导啊、辅助啊什么的。如果还不太清楚呢，也不影响您观看的。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总有人问啊，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资源去理解8种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也叫做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功能态度 （function attitude），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到底它有多少名字？叫法很多。然后网上呢又众说纷纭嘛，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做 MBTI 科普也到现在也要2年了，我想我干脆就整一个靠谱一点的终极版啊，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书籍里原文的那种。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整理我学习过的当代类型学家写的相对比较易于理解的对8个认知过程的专业解释，我们进行逐句的解析，把难懂的部分都给讲清楚。对于想要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小伙伴，我有一句真心话要送给你：不要根据你能不能做到后面我们要聊的描述中的那些事情来判定，因为每个人都有全部的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大部分认知过程都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我好像能做到这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怎么判定是他们是不是犹如你用惯用手写字那样自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我们接下去就来到了 extroverted feeling 外倾情感就是对 FJ 和 TP 人格来说相当重要的认知过程。FE 呢是 ENFJ、ESF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INFJ、ISF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ENTP、ESTP 第3的认知过程，是 INTP、ISTP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方是这样描述 FE 的：寻求与外界的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外界的人彼此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很重要，鼓励并关心他人。关键词：创造和谐，达成一致或兼容。什么叫做文化价值观呢？文化价值观就是整个社区赖以生存、保护和维系和谐关系的核心原则和理想。社区可大可小，但必然它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一个个体。而 FE 的这个关键词 harmonizing 就是和谐，创造和谐。和谐在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达成一致，彼此接纳和包容。有一种误解会认为 FE 就是帮着大多数人讨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创造和谐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不只是被动的接受外界已经形成的群体，也涉及到努力将被排挤的人重新拉回到大集体中。FE 想让所有人都和谐，而不只是一部分人和谐，哪怕这是大部分人。而 Leona 和 Mark 是这样描述 FE 的：是一个旨在创造或维持环境中和谐的客观决策过程，向外聚焦于人们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根据人、事、情境对人们的影响来看待他们，主动地关心他人的需求、愿望和价值观，倾向于避免公开冲突，但在涉及对他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变得坚定不移，建立并维护社交惯例习俗，致力于去与人互动。客观决策过程，没错 ，FE 是一个客观决策过程，因为它是依据外在的情感事实进行决策。换句话说，它就是为客体来服务的，以客体为目的的。而它会根据各种不同的东西对人们的影响去看待，
什么叫做对人们的影响呢？不只是人们是否开心，也包含了人们的需求、愿望、价值观等等是否得到尊重，乃至人们是否能够从中获得成长等等等等。而这里也特别提到 Fe 会避免公开冲突。那我们要清楚啊，避免公开冲突的方式很多的，你可以用柔和的语气措辞，你可以用真诚的关心慰问，你不是说只有通过虚伪或者做作或者回避冲突来避免公开冲突的。后面也看到说，其实在涉及到对他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Fe 会反而很坚定不移，因为这个时候他不只是在代表自己，他在代表一个更大的集体，不一定是涉及威胁，同时也可以是我在为集体的荣誉而战的时候，就类似的场景。而最后说到的社交惯例习俗，这里指的就是已经让大家达成共识的一些习惯和规则，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明文规定的。就像你见到人了，见到叔叔阿姨了要叫这个不是没有人写在一个本子上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但是大家都会觉得你要这么做，这样才懂礼貌。而 Daryl 和 Nadi 是这样描述 Fe 的：外倾情感的过程通常涉及与他人建立联系或断开联系的愿望，并且常常体现在要通过表达温暖或不悦来达到自我披露的效果。那些社交礼仪，比如我们要礼貌、要友好、要亲切、要体贴、要得体，通常都与外倾情感的过程有关。和他人保持联系，在他人笑时一起笑，以及努力让他人彼此友善相待，也都涉及外倾情感。通过这个认知过程，我们根据他人表达的甚至未表达的愿望和需求做出反应。我们可能会询问他人想要或需要什么，或者通过自我披露来促使他们更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通常会激发交流的火花，并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从而更好地调整我们对他们的行为。通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吸引去为他人负责，并照顾他人的情感，有时甚至到了不将我们的情感与他们的情感分开的地步。我们可能会认识并忠于共同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规范，以便更好地相处。是的，Fe 可以与人建立联系，也可以断开联系，只要你在关注与他人的联系，几乎都涉及到 Fe。因为 Fe 它并不是无脑的去讨好所有人，它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判断过程，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就必然存在着更好更坏的标准，有去做和不去做的决策。而后面说的表达温暖或不悦来达到自我披露，这往往是人们对于 Fe 最大误解的地方。因为 Fe 它是一个外倾的认知过程，这就意味着它是基于外界发生的，也是对外界带来影响的。很多人会认为 Fe 是需要人去猜测在暗中营造一种大家都不明说的氛围，这是蛮大的一个误解。让他人和自己在外界可以共享情感，是 Fe 非常基本的一个特征和诉求。这包括了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去，也把他人的接纳过来，在这一进一出中和人的关系就产生了。而这里提到社交礼仪的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后面描述的要礼貌、要友好之类的，他并不是在说一个人讲礼貌或者友好，这就和 Fe 有关，而是在说鼓励人们去这样做的社交礼仪、社交规则，这个礼仪、这个外界的规则和 Fe 有关。而且我们看到 Fe 它带有很强的倾向性，是对人类的兴趣，让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种对他人的兴趣是 Fe 很常见的特征。互联网上真的有蛮多的 INFJ会给自己贴上厌世离群索居不被理解不想要社交这样的标签。一般真的要打一个蛮大的一个问号。
不将我们的情感和他们的情感分开是什么意思呢？把他人与自己的情感混合到一起，或者索性就是以他人的情感作为自己的情感，这往往会带来一种对于真正私人情感，也就是 FI 的忽视，但是也会带来对于他人情感的敏锐嘛。不过 FI 也会带来这种对他人情感的敏锐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只不过它并不是以他人的情感作为自己的情感，而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情感的深刻的连接而带来对其他个体情感的敏锐度。